Hello，大家好。那今天呢，我想做一期关于留学生在韩国怎么邀请父母的问题，也就是说，陪读签证是怎么办理的？因为我最近呢，成功的邀请了我母亲到韩国，那现在又是因为疫情特别严重嘛，那很多留学生就特别想家，然后因为工作和学习啊，可能说最大原因可能因为是疫情，然后回不去国。然后可能说现在，有这个条件，可以说邀请父母过来，然后咱们可以去办理这一个，就是说陪读签证。那这个陪读签证呢，首先就是来说，你必须要是研究生的签证，就是说你必须是研究生，然后6个月之后才可以邀请办这个陪读签证。那具体怎么办理呢？其实我在之前也是看了很多，就是别人是怎么办理的，但是搜那些视频，它都是很早之前的，比如2013年、2015年，然后现在疫情嘛，因为很多变化，所以说肯定是不准确的。那我直接就是打的1345，然后问他们怎么办理的。1345大家都知道，就是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嘛。当然，如果在这个 HiKorea 上面呢，也是可以找到它的，就是它的申请的样式啊，就是说申请签证嘛，这属于在这里也可以下载，就是这个。但是说，因为还是我觉得是打一下1345比较准确吧，所以说大家可以开始打1345，然后他会给你发一个，就是说邀请父母准备的材料，他会给你发到你的邮箱中，然后你看着这个材料去办理，我觉得会比较好。那这个怎么？虽然说，大家可能也觉得打1345就行了嘛，但是说有很多细节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我也是打1345，但是说他发了之后还是说要自己去准备材料，而且这些材料我问的1345，比如说这个第一个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说我问1345，他也没有跟我说就是那么准确的怎么写，就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申请书要怎么写。那首先就是开始，然后1345给咱们发这个表，然后咱们看着这个表去准备材料。第一个就是申请书，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就是登录证的复印件，然后第三个就是申源保证书，然后第四个就是邀请的理由，这个等会儿咱们去说一下。然后第五个就是或者你在这边如果有兼职，我估计是这个前两个基本是咱们不用管，咱们就第三个就行，准备这个保证金就行，然后第四个就不用管。那咱们就看一下啊，其实你打1345，它有的时候也并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说法，大家应该有这个经历啊，就是你打完1345有很多问题，他也是会跟你说你要去到出入境，然后他才会给你具体的那个怎么做。其实有的时候1345他也不能完全给你说明白怎么去做，但就比如说这个，首先咱们要填的这个申请资料，1345他跟我说的话，这些资料要填我的信息，就是这些东西从第一个开始都要填我的信息，然后那我就填呗，填完之后我拿着这些东西去到出入境，但是出入境跟我说你都填错了，这些前面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填，就是你邀请的那个人的信息，比如邀请你母亲，你要填写你母亲的信息，就是你母亲的名字，然后就是还有关于你母亲
所有的信息都是你母亲要填的。然后下面从第8个开始，可能说第9个才开始要填你的信息，我最后重新又写了一遍。那这个就是其实大家注意一点的话，就是说这个申请书第一个上面前半部分都是要填写你要邀请那个人的信息，然后第二个就没什么要说的了。然后第3个呢其实也没什么。第三个这个就是生源保证书，那这个呢其实也在这一个文件，就是这一个文件里边，你直接打印出来就行，你打印出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东西，也是直接写一下你母亲的信息啊和你的信息，这个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然后但是你这个东西可能以后还要写一份，反正这个就其实就没什么，就写这些东西其实没什么。然后我再说一下就是这个邀请的事由书，那邀请这个事由书其实挺重要的，如果你写不好的话，你有可能会被拒绝，出入境直接拒绝你。然后当然这个邀请这个事由书你去交到那个出入境的时候，如果当时那个职员很负责很好，他可能会帮你去检查一下，他有可能会去帮你，就是就更好的能去通过你这个邀请，但是有可能他比较忙或者什么的，他直接收了你的材料，然后直接交上去，直接让你走了。但是我当时特别好，他就会问我你写这个事由书，他会一句话一句话的看，然后哪里有问题他会问我，他一问我我就会知道，那我可能这句话没写好，我可能回头要加一些别的东西，他问到你的东西你就是尽量去把它加上去，就是他比如问你母亲过来干什么呀，你父亲过来干什么呀，这些东西你一定要事后你可能说要补交一份，你要把这些问题就是交上去，你要知道人家关注你的一些点，关注你的一些问题在哪，所以你这样注意听一下。然后第5个就是说你要准备一个，就是说这个滞留经费然后认证的材料，这个东西在上面也有，就是说上面这里留学生，就是这里看一下，就是这里他会说需要你准备一个就是学费以外的全年，就是韩国人全年就是 JNI 国民所得的50%，你要准备这么多的保证金，那大概是多少呢？然后你只问1345就行了，然后你或者说其实以我的经验来看，就是2000万韩币以上就可以就没问题。然后这个追加的材料可能到时候会单独跟你说，然后现在如果不说的话就没有追加的材料。然后咱们再看这边就是被邀请人的准备材料，就比如说就是你母亲啊或者你父亲啊在国内，就说他在国内要准备这个什么，就是他的护照复印件，然后就是家族关系证明。那这个家族关系证明呢，其实有很多人也是之前做过，但是说这次要怎么做成什么样的，可能说千万不要被那个中介给忽悠了，中介可能跟你说要做亲属关系证明，然后要做那个领事认证啊，然后还忽悠你啊做双认证啊。其实我就说以我这次办的资料来看的话，就是说不用，你就证明你，比如说你要求你母亲，就证明你跟你母亲的亲属关系证明就行了。
不要加一些其他的东西，那样你如果加别的东西，你这一认证起来又麻烦，然后花的钱又多。还有就是说，比如你父母其中一个人，就是比如说你父母其中一个人可能过世了或者什么样的，然后中介可能会有时候会要求你说做一个那个死亡证明啊什么的，这个千万不要听他的，千万不要做，那样花钱花的太多了，太冤枉了，那个根本就没有必要。你首先要清楚一点，就是你邀请谁，你就证明你跟他的关系就上了，别的都不用去做。那这些做完之后，然后就交到那个出入境。大家注意啊，这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去交这个资料是不用去在这个 Hi Korea 上面去预约的啊，你直接就是办这个陪读签证，你直接就去出入境办理就行，当时叫号就行，因为办这个可能没有太多的人，所以说你不用去预约，然后当时就去办。他办这个的时间呢，办下来的你交完资料，他会那个短信通知你多长时间下来，一般是2周的时间吧，还是就是一般是14天左右，就是两周的时间左右就下来了。然后下来之后，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有了那个返签号了。这个时候呢，你韩国这边的事情啊，基本就是已经全都准备完了，因为主要在韩国这边就拿到这个返签号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其实你就是要关注这个中国这方面的了。中国呢，你首先因为现在的政策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啊，可能是因为疫情，现在就是我所去的那个大使馆，他不接受这个就是个人去送交材料，他必须都要通过那个中介去递交材料。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看你所在地区的中介，但是这个你可以去大韩民国驻中国大使馆，然后去了解一下。你首先要去大使馆看一下，你看就是这些就是领事签证业务这一栏，然后你打开看一下这些签证信息啊，你看这些直接就显示大使馆指定的签证代办机构，然后你点一下，然后你下载下来，然后看一下大使馆现在他承认的签证认定机构，然后你再去选这个中介。有很多中介可能你交了钱，他没有任何保障，你一定要在大使馆找到这个大使馆认证的中介。那我找的是就是中青旅的一个中介机构，当然我也是看他们在淘宝上也有那个入驻，然后我直接在淘宝上找了那个中青旅。你找到中青旅之后呢，他也会给你发一个办理的这个资料，然后你也要填写一个就是这个和你在韩国填写的差不多的一个表，这个是一个。然后还要确定一点，就是说你交这些材料是交到中国大使馆的，就是韩国驻中国大使馆嘛。你首先要去让你的母亲或者父亲做这个肺结核检测，他们要拿这个肺结核检测的结果一起交过去。但是这个肺结核检测呢，它也是要有指定的医院的。然后这个方面大家都不用担心，中介呢他会给你这些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然后费用啊、地址啊，是不是当天出啊、一至2天出啊，它都有写。大家可以直接问这个中介，他会给你就行。然后比如这些隔离同意书啊、健康
确认书啊。然后这边咱们说一下这个，因为现在疫情嘛，说一下这个入境核酸检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因为我家那边呢，就是出这个英文报告，可能就是做英文报告这个机构好像比较少，所以说你在了解过他能出这个英文报告的时候，你最好给他看一下这个通知，这个大使馆发这个通知，你给那个做核酸检测的机构给他们发一下，看看他们符不符合这个他们所要求做这个核酸检测这个证明这个方法。他们如果符合的话，他们说 OK， 然后你就去他这做就没问题。然后这边注意的话，其实就是这个核酸检测，然后和这个飞机核检测。这方就是准备的所有的资料。这个咱们办理的话，就根据中介的要求办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父母就是原来来过韩国或者是什么样的，他应该都是很清楚坐飞机的流程。因为我邀请我母亲的话，她可能第一次坐这种国际的飞机啊，她可能这些因为又是中国人，她不知道这个韩文，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说就是坐飞机之前呢，给你的父母啊准备一些就是说目前来说坐飞机啊需要填的一些东西，让他事先看一下。比如这个这个咱们经常坐飞机咱们都应该知道，这个健康状况调查表这个要填，然后还要填一个就是入境卡，这个要填一下。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因为疫情出了一个特别感染的申报单，还有就是一个物品申报单，这些你可以提前给你父母去说一下，让他们能熟悉一下到时候怎么填。然后就是说到韩国之后呢，如果就是说你如果是中午或者上午的飞机到了韩国，你到了韩国之后，然后韩国这边的工作人员呢，他就会第一帮你，就是有很多工作人员他会帮你下载那个手机上面的隔离的那个软件。但是呢，我母亲来的话，因为他那个手机韩国这个工作人员他们不知道怎么设置，所以说他们就没有设置，直接让我母亲就过来了。然后这个其实你不用担心，如果他过来之后到你所在的区厅，那区厅呢会给你打电话的，因为当时你肯定要留你的韩国手机号码，他给你打电话，他会告诉你需要怎么做。如果你是中午来的，然后他会要求给你打电话，下午就去做核酸，然后隔离结束前就是几号做核酸，他也会告诉你，然后你记住这个时间，隔离结束前2天，然后你去把这个核酸做了，然后那个隔离结束就行了。如果你的软件出问题也没有关系，他会给你打电话，他会问你最近你怎么没有那个上传那个检测体温啊，那什么那个 APP 你为什么没有上传？然后你就跟他说你没有下载这个软件，或者说你下载不了。然后他也没事，他会给你发一个手机号，让你每天往这个手机号发你的就是体温，还有发你的一些症状有没有啊？你这样给他发也可以，所以这些大家都不用担心。而且韩国由于开放了，现在是隔离10天就可以了，就不会说要求你再隔离14天。那么到了韩国之后隔离结束呢，然后你就是要帮你的母亲去，或者你的父亲或者你的父母帮他们去申请这边的登陆证。因为咱们陪读签证它也有登陆证的，就是 F115吧好像。咱们再看一下这个 Hi Korea 这里边的申请样式，咱们看一下。这个申请登陆证呢，也是咱们要打一下1345来确定一下需要什么材料。那
当时我打那个1345，他跟我说的话，就是需要准备的是这几样材料。第一个就是护照的原本和那个复印件，然后就是标准的一个照片，还有一个手续费3万，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那个就是房子的签合同的那个合约书，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看这个通话新增所，就是咱们经常填的，就是延长登录证啊，经常填的那个申请书，还有一个这个身源保证书，这个需要再填一份，然后还有你的就是外国人登录证。大家看这个啊，这个就是它的编号，就是你再找的话，你看这个通话新增所这个皮机34号，然后这个身源保证书是129号，那你就是看这个它所有的样式啊，你先把它就是这个格式，你看新源保证所，然后这个通话新增所，你先下载下来的话，你要看一下，就是说它这个里边的号码对不对？皮机129，然后就是这个，咱们把这个填写，然后就是这个中国申请书，然后34号，然后咱们把这个再填写一下，然后拿着就去出入境，这个需要预约，然后直接去出入境申请就行了。它大概也是在2周左右，然后就可以下来，你母亲或者你父亲的登录证就会下来。那这个我今天就介绍到这儿了。这个就是现在疫情的时候是最新的，就是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那今天呢我说的就是在韩国最新的帮助父母申请陪读签证啊这么一个流程。那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留言啊，可以问我，然后具体的呢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呢，咱们可以直接打那个1345去问一下。然后如果1345解决不了，咱们只能去出入境啊，看一下当时那些职员是怎么要求的。行，好的，那今天就到这儿。